京都的紫园祭呢是日本三大祭之一。你好，我是阿树。每年7月的京都都会迎来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刻。随着日本三大祭之一的紫园祭即将来临，这座拥有1000年历史的古都开始进入1年1度的节日氛围。在日本祭行的第6集，我们将走进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鹿苑寺、金阁寺，也来到八坂神社，看看当地人在紫园祭前夕京都最真实的生活。今天是在京都的第5天，换一个旅社。在这候车棚下面有喷那个，这是在京都的天际线里面，最醒目的存在——京都塔。烈日炎炎啊，真的热啊！日本。这是一家类似吉野家的，但它这里多了很多菜式啊，像鳗鱼饭，中碗的话是981元，也有2个特大鳗鱼盖饭，一个1890元一人。这个蒜炒牛肉吧哈，760。这个是 Japanese Style Dressing 有调味品的意思。这个是 French Style Dressing 法式调料。税后690日元的一个蒜苔肥牛饭。按照现在1元人民币只能兑换17日元的一个汇率，这碗大概40块钱。所以日本虽然日薪啊、月薪相对比较高，但是这个物价也真的高。日本的这些快餐米饭真的只够吃一半饱。因为店还挺小的，然后在等座位的人呢，就像是被罚站在旁边一样的感觉。像国内的话，通常就是有位置给你坐着等嘛。在这里的话，我刚才看到那几个人在那里，像是被罚站一样。在京都的第5天啊，每天都有寺庙可看，而且这寺庙还挺了不起的。一查资料哦，世界遗产，比如说我眼前这一个叫鹿苑寺，不少人称呼鹿苑寺为金阁寺，其实不准确的，金阁寺只是里面舍利殿的一个简称啊，它的正确名字应该叫鹿苑寺。是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。こんにちは。ありがとう。这里游览的游客比平时多，因为不少人是冲着紫山祭来的，然后顺带着看一看这边的寺庙。紫山祭的高潮将在明天早上，所以今晚的京都市所有的酒店都涨价。有一些涨2倍、3倍。你是生带不来，死带不来，所以这象征着人道主义。你看，金阁寺也它的正式名称为舍利殿，因为它装饰了非常精美的金钵，所以称为金阁寺。在日本参观的又一个世界遗产。金阁鹿苑寺，
金阁寺大人门票500日元。买票。这里写着也叫金阁寺，我看金阁舍利殿御守护。鹿苑寺是临济宗相国寺派，这就是金阁寺。你看它在水池中啊。刚进检票口，走了1分钟不到，就来到了这个最大的看点。它其实是1955年重建的，因为这个当时一名和尚啊，放火把它给烧毁了，把里面的经书啊、藏品啊全部都在灰烬中啊，很可惜。后来在1955年呢就重建了，包括它的一个金钵装饰呢也是1987年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更新过的。这也是摄影爱好者最多拍摄的一个角度啊，拍倒影，拍这个镜湖池，拍这个小松林啊。咱们能看到它的屋顶上呢是有一个金凤凰的雕像的，象征着吉祥。金阁寺的这个位置还挺不错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一汪绿水，然后绿树隐映其中。前面没有人，刚才那栏目前面没人。对，就那个抢着好。细节，把石头上的一些苔藓、杂草都给修整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京都最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鹿苑寺，也就是常说的金阁寺，属于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。因为寺院中央这座金光闪闪的建筑金阁舍利殿实在太过著名，因此世人习惯称它为金阁寺。金阁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室町时代。1397年，日本室町幕府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取得了原属于西院世家的山庄，并在此修建自己的别墅北山殿。当时的北山殿不仅是一座私人庄园，更是足利义满政治跟文化权力的象征，甚至曾用于接待天皇以及来自中国明朝的使者。足利义满去世后，根据他的遗愿，这座山庄被改建为常寺，并以他的法号鹿苑院殿命名为鹿苑寺。而眼前这座金阁实际上是一座供奉佛祖舍利的建筑，正式名称为舍利殿。它由3层楼阁组成，第一层采用日本贵族传统的寝殿照风格，第2层融合武士阶层的武家照，第3层则采用禅宗佛殿建筑样式。金阁外墙覆盖大量金箔，在阳光下倒映于镜湖池之中，形成京都最经典的、最名片式的景象之一。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金阁并不是1397年最初的建筑，1950年金阁因为火灾被烧毁，后来按照原貌进行了重建。站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贴满金箔的建筑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日本从贵族文化、武士政治到禅宗美学发展的历史轨迹。金阁寺的3层啊，1层是放了足利义满的雕像，
白蛇，感觉走到哪里人都好多。规定了路线了啊，它会有指示牌，顺路，每个人基本上就是获得的行走路线是一样。抹茶，又下大了。不动明王啊，祈愿的哈，交通安全、就业成就、进学成就、恋爱成就。家内安全啊。京都北山鹿苑禅寺，福寿如意，家内安全，开运招福。ABC Mart 用 ChatGPT 找的这个京都市比较平价的一个卖鞋的地方。平时去那些品牌店看都是2-3万的，这里的话就3000到7000日元都有。这些鞋就比较实惠了，还有折扣啊，有一些有20%的折扣，这个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，就是8000到12000这种价格。因为我在大阪的旅游区，比如说新斋桥啊，也看了一些鞋店，那些价格都是2万、3万。这双鞋是目前看到最便宜的，4990日元。前面逛的是1楼的一个品牌店，在3楼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买了一双这个鞋，挺好看的啊。这样鞋倒是不贵，税后2500多日元，大概倒是这3双袜子接近50多块钱。这双鞋也是中国制造的，袜子都是。坦白说，天气挺热的，不想穿这个运动鞋，但是穿拖鞋走得太慢了，有时候想走快一点都不方便。机器里吐出这张卡是花了2000日元，有500元是押金，到时候可以退给你。这样子的话，每次用完钱了往里面充值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不用每次进地铁都要买票，方便一点。它会显示还剩720日元。地铁站的 LED 屏已经播报指原季的一个宣传了，可以说这一个指原季吸引了全球的游客。有一些游客甚至专门为指原季而来。穿上运动鞋以后，感觉是身轻如燕啊，走起来就很方便。路边有工作人员发扇子，台湾指原季。看一下前面的这个山坡已经挂满了灯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每个人在扇扇子。
我从大阪来到京都旅行，原本只想停留2天左右，没想到到了京都，发现说紫元祭快到了，然后它是日本的3大祭之一，所以呢，我就住在京都等这个节日的来临，一等就等了5-6天的时间。那么紫元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历史悠久的山伯巡行，一座座高大的山伯，不是普通的游行车辆，而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祭礼建筑，有些高度超过20米，装饰使用针织、金工、锡器等传统工艺，因此也被称为移动的美术馆。他们将会穿过京都的街道，展示着数百年来传承至今的工艺和信仰。买票还能上去参观这个山伯，你看参观的话是1000日元，大概50多块钱。到时候全靠人力推动这一个很高的山伯，上面它被称为是行走的美术馆。京都也好，大阪也好，都太热了，特别是走在太阳底下。你看，这里就是每个人摇扇子，有发扇子的人。各种饭团还是寿司，好精美的样子。这个好像是鳗鱼的，跟牛油果。mana?
哦，这里已经挂了2个牌子了，山伯玄行神信记，前2天还没有。ただいまは日本青龙神水啊！だんだんあるしね。はい、もっとこっち。もうちょい。もっとこっち。ココちゃん、もうちょっとこっちやね。今天是山伯巡行的倒数第1天啊！京都的紫园祭呢，是日本3大祭之一。每年7月份啊，这个各种的祭典活动非常多啊，吸引很多游客从全世界来到。但是最高潮的话，就是明天的这个山伯巡行啊。那追溯到紫园祭的一个历史呢，据说是从869年，公元869年那个时候，这个
这个瘟疫跟灾厄横行啊，所以当时的京都的老百姓呢，就向八坂神社身后的八坂神社的主神去祈求平安，然后举办了御灵会，这个就是指神祭的一个前身了。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今天1年1度的一个整个日本在整个日本都成为焦点的指原祭。你看这个竹子系着绳子啊，然后围成一个圈啊，这就是一个即兴的舞台啊，然后就不断的转移，然后不断的表演。很快人们将围着这一个无形的舞台观看。斜め横断はできません。在紫元祭期间，八坂神社的舞台上每天都会上演日本传统的曲艺表演，有雅乐、舞蹈，也有京都当地的传统艺能。说实话，其中的内容我并不能看懂，甚至听不懂他们说的话，但是我还是连续2天来这里看啊，坐在人群之中静静观看。好热啊！能坚持在这里等的人都是。南朝の国閉ざされ600の春秋一夢
進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から最初に今井をや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、また詩吟、そして日本舞踊、
照，我本来不是专业执照。